云云曾无数次试图探寻其中的玄奥，却总是感到仿佛隔着一层迷雾，触不可及，这也导致了他无法掌控花仙模式的原因。神皇尊上，我目前虽为花仙子，但对于花仙之道的领悟还是差了很多。每一次实战花仙模式时，我的身体都无法承受。云云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坚定与迷茫交织的复杂情绪，她的唇角轻轻抿起，似乎是在告诉自己，即便花仙模式难以掌控，也绝不放弃。神皇尊上见状，轻轻叹了口气，他那异样的眼神中蕴含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意。你的情况是因为你目前的花仙之道乃是由你特殊的血脉将它激活，而你自身对花仙之道却没有完全的领悟，导致你的身体承受不住花仙之道的力量。如果频繁使用花仙之道的模式，会让你的道体受损，而且在还没彻底的掌控花仙之道的力量时，使用次数不能超过2次，如果超过2次，则会爆体身亡，就算是神魂也难以逃脱消失的命运。而你之前也使用过花仙之道的力量，你虽然现在没有任何感觉不适，实则依旧被花粉之道的理论侵蚀自身的道体。如果再去使用花仙之道的力量，恐怕你就很危险了。听到这里时，众人看向云云，特别是萧炎，他的脸上有着急切的关怀。毕竟炎帝的女人不允许出任何的事情，但神皇尊上既然知道花仙之道的这个问题，想必他对花仙之道有着极其熟悉的了解，也应该知晓解决的办法。萧炎紧握双拳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急切，朝着神皇尊上询问道：神皇尊上，您既然知晓花仙之道的这个问题，想必应该也有解决的办法吧？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凝重的气氛，所有人的呼吸似乎都在这一刻停止。神皇尊上缓缓地抬起头，目光深邃如同星空，他那沉稳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。在千万年前，或许这个问题如同无解之谜，但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世间万物皆有转机，如今确实有一物能够化解他身上的这个花仙之道的大隐患。听到神皇尊上这么一说，众人以及萧炎那无比紧绷的脸庞上浮现出一丝希望，他的眼神中仿佛有火焰在燃烧。神皇尊上，请您指点迷津。神皇尊上的手指轻轻一挥，空中仿佛有着淡淡的光芒浮现，那是岁月的痕迹，是智慧的象征。他并未直接回答萧炎，而是让所有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奇迹。光芒渐渐凝聚，化为一缕青烟，飘散在众人的面前。花仙子云云的脸上泛起了微微的红晕，她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温暖，仿佛是大地之母的轻抚。她的身体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，花仙之道吞噬她身躯的痛苦正一点一滴的消散。萧炎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喜悦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云云的这个大隐患竟然在神皇尊上手指一挥之下，竟是解决了云云身体难以承受被花仙之道力量冲破的命运。云云，你现在怎么样？萧炎迫切地问道。云云美眸一闭，感受体内那股花仙之道的力量，却是比之前的掌控更为的轻盈，然后立马眉开眼笑地蹦跳起来，像一个17、18岁的姑娘一般开心道：萧炎，我感觉现在运转花仙之道的时候，似乎轻松了很多，没有因为身体承受不住的那种痛苦感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萧炎无比的开心，然后转头刚要对神皇尊上感谢时，却被对方的一句话给憋了回去。不用高兴太早，我现在只是利用我的玲珑之道注入在他的道体上，以至于他暂时没有感觉到被花仙之道吞噬的感觉，但这也只能是缓解他这个问题，但真正的隐患还依旧存在。神皇尊上这么一说，刚刚众人的脸上再一次沉重起来，而神皇尊上也看出了众人脸上的疑虑，他的声音沉稳无比，回荡在每个人的心间，如同重锤敲击，激起层层涟漪。他的这个隐患必须找到花粉种子，这样才能够解决他身上的这个隐患问题。而对于这个花粉种子，在场的所有众人都未曾听说过，即便是资历极高的内塔之主，还是10大神长老，都没有任何有关于记载花粉种子的信息。萧炎的眉头紧锁，目光带着一丝锐利，他看着神皇尊上的双眼旋即，他的声音里透出一丝迫切，道：神皇尊上，这花粉种子我们从未听过有这样的东西，它真的存在吗？他的话语中满是怀疑与不安，仿佛在寻找一个坚实的支撑点。神皇尊上则是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中却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色。花粉种子是世间极为罕见之物，它是极其特殊的存在，它蕴含着某种大能量的精粹，是唯一可以解决他身上问题的一物。他的声音似乎带着一种魔力，让人心生信服。然而在场的众人脸上却是疑云密布，但他们的神情中依旧流露出对未知希望的渴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平静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破了现场中的沉默气氛。神皇尊上，这花粉种子究竟在何处才能找到？我们愿意竭尽全力，只为萧兄的女拜。
灵动的声音坚定，充满了决绝。神皇尊上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缓缓开口道：花粉种子据说生长在一处极为隐秘的古老花园之中，那里充满了未知的力量，但具体位置我也并不清楚。但是据说花粉种子可能存在于神藏之中。神藏？那么只有在10年之后才能够为云云找出那花粉种子了。萧炎心中虽然着急，但也没有任何的办法。云云身上的这个隐患，必须只有这花粉种子才能够解决。众人听后面面相觑，他们知道这将是一段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旅程，但为了云云，为了那个希望，他们愿意踏上这条未知的道路。虽然说在那神藏中存在着花粉种子，但想要取也并非很容易，即便是大道主神的实力都难以取夺花粉种子。为什么？对于神皇尊上的这一番话，他们也很是不解。刚刚我说过，花粉种子蕴含着某种未知的大能量，如果一不小心将那股未知的大能量给激发出来，方圆100万里之内的万物神灵都会被消灭得一干二净。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你们还会选择去做吗？神皇尊上倒是一口试探性的问向众人，然而萧炎却是想都没有想，立马用最坚定的语气道：我是他的男人，我如果因为事情的危险而不敢去做，那么我与那些蝼蚁有什么区别？我如今能够有着现在的成就，就是因为我要变强大，守护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人。所以不管那花粉种子有多么的危险，我必须会去。很好，不愧是无上传承者，你的这股气魄倒是与我当年非常的相像。我也相信你一定会顺利的找到花粉种子。神皇尊上也是一拍叫好，仿佛他也在萧炎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，一脸欣赏的看着萧炎。除此之外，我再告知你们一道重磅级的消息。神皇尊上的话语在寂静中显得分外庄重，而且带着一丝神秘的气息。众人的眼神里透出期待之色，旋即神皇尊上的双眉微微一挑，声音低沉而充满神秘的开口道：神藏的降临将伴随着大道机缘，甚至是造化机缘的现世，而其中一个造化机缘便是以神物的形式降世，便是神火第一的创世神火。神皇尊上的声音似雷鸣般在这方空间中回荡，震得众人心神不宁，所有人的呼吸似乎都在这一刹那停滞。创世神火这个名字在他们的心头回响，如同晨钟暮鼓，激荡着每一个细胞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消息，这是一个时代的序曲，是神藏中无数主神大能者争夺的起点。萧炎的双眼瞬间亮起，那双眼中仿佛有星火闪烁，他的心中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振奋。创世神火终于要现世了吗？萧炎的心中在喃喃低语，这不仅仅是机缘，更会是对他的一次大蜕变。他知道这将是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，一个属于造化主神诞生的盛宴即将拉开帷幕。神皇尊上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创世神火乃是整个大宙间拥有最恐怖的能量，它将以神物的形式现世，成为改变任何人的命运关键。它一旦出现，万界将会出现异象，规则将会被重启，而它也带着自己的使命，创灭世间所有善恶之物，万物会随之归零，是无数大道主神都梦寐以求的存在，因为一旦获得，便可以突破自身的大道极限，登临造化之境，其实力更是仅次于无上传说的存在。所以即便是造化主神都对创世神火有着垂涎万分之色。众人听后脸上的难以置信之色更为的明显，内塔之主也在这时颤声道：神皇尊上所言非虚，若能得到神火第一的创世神火，那么整个诸神万界都将会被夺得者掌控。然而在他们这里，最有资格夺得第一神火的那个人只有萧炎。在这方天地世界中的气氛愈发紧张，虽然还未目睹第一神火的现世，但每个人都仿佛感受到了那股即将降临的创世力量。萧炎的眼中闪过一道无比的坚定之色，他知道只要获得创世神火，他的实力和修为以及命运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，所以他也必须准备好迎接一切的未知挑战。记住，不管是什么机缘，从来不会无缘无故降临，创世神火的降世也将伴随着巨大的考验，只有真正的大能者才能掌握这份来自创世的造化机缘。萧炎，即便你是无上传承者，如今以及身怀多道神火，但是也不要觉得创世神火的机缘便是为你降临。如果你想得到创世神火，你必须要在众多的大能者中脱颖而出，这样你才有机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你明白了吗？萧炎的双眸中闪烁着决断的光芒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无论前方是怎样的艰难险阻，他都将勇往直前，去追寻那传说中的神火第一的创世神火。